收到陆敬池醉酒的消息后，正在熬醒酒汤的沈之南立刻打车去会所接他。可到他刚到包厢外面，就看到陆敬池在晒结婚证。不是吧，庆慈哥，你真的和温家小公主领证了？那之南怎么办？顾不凡他们刻意压低自己的声音。这你就不知道了吧？陆家需要敬池在外联姻，他不想辜负自己教养了10年的宝贝，才想出来这么好的两全法子。沈之南险些拿不住手里的保温饭盒，他安慰自己，这些也许是顾不凡他们想出来恶作剧新点子。陆敬池慢悠悠，今天是我跟阿宇领证的好日子，赏你们每人1辆新款的劳斯莱斯。我靠，陆少这么大方。陆敬池薄唇微微张，无比清醒。以后温瑜在明，之南在暗，他们一个有法律证书，一个有婚礼，都是你们的大嫂，你们知道该怎么做。沈之南只觉得天边一道惊雷无情劈下，他全身的热血都在这一刻撕裂破碎。陆敬池竟然能说出这么厚颜无耻的话，他跟别人领证结婚，那自己不就成了他风光养在外面的小三吗？顾不凡抽抽嘴角，这2年我们可没少给你打掩护，不过兄弟还是得提醒你，温瑜从小就是温家的掌上明珠，眼睛里根本容不得沙子，他不一定能容下之南。直男看似温柔，实际上很有韧劲，他要是发现了你骗他，绝对不会原谅你。陆敬池瞟了一眼卫生间，漫不经心抿了一口酒。陆家这几年正筹划着更进一步，需要温家的政治资源。阿姨说过，她只想要2家合作共赢的局面。相对的，我必须给她一个法律上的承诺。这2年，她从来没有找过之南的麻烦。放心吧，我两边都能照顾到。他坚定的声音就好像当年营救沈之南时的无所畏惧，可那样坚定承诺要保护沈之南一辈子的人，现在将同样的坚定分给了另外一个女人。沈之南眼底酸涩，金豆子无声刷刷落到他的脚面上，温热又汹涌。2年，陆敬池在外面出轨2年，他的朋友们还帮他打掩护，他们所有人都把他当成傻子骗。我回来啦，咱们继续刚才的游戏。温瑜像一只快乐的小鸟扑进陆敬池的怀中。人家刚才去补个妆，你们在悄咪咪说什么呢？顾不凡趁机打圆场。庆慈哥高兴，正在给我们发大奖励，我们游戏继续。温瑜顺手抽出一张卡片念出来，请跟你的伴侣热吻3分钟。他脸色一红，像是烫手一样丢出卡片。这么过分的要求啊，可是人家从来没在外面捂。陆敬池反手扣住温瑜的脖颈和后脑勺，强势吻上她的唇。在朋友们的欢呼声音中，那个缠绵的吻越发激烈。温瑜的目光总是若有似无地向门口瞟来，她娇艳如花，已经被陆敬池深深吻得有些缺氧。沈之南怔怔看着包厢内热情相吻的2个人，仿佛周围的嘈杂和热闹都跟他们毫无关系。牌桌上的结婚证那么鲜红刺眼，陆敬池说要给温瑜法律上的承诺，那自己手上的结婚证只能是假的。沈之南转过身，越走越快，不断地麻痹自己，今晚一定是个意外。敬池哥哥一定有自己的苦衷，他身为南城陆家的继承人，一定有身不由己的时候。他心里一遍遍的自我催眠，可全身的颤抖却怎么也止不住，酸涩的泪水模糊了眼前的视野。他脚下一滑，刷滚烫的醒酒汤一下子被撞到会所的服务员身上，连带他的手臂上也被瞬间红肿一片。会所经理连忙上前训斥了服务员。沈之南抬手草草擦去眼泪，是我自己不小心，不是他的错，我来承担他的医药费吧，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来过这里。经理客客气气帮着他们打了车去医院，一路上年轻的服务生一直在跟他说对不起，他拘谨青涩的眉眼中透着几分似曾相识，尤其是他的薄唇和下巴，要是再来点轻轻的胡茬，一下子就让他想到小时候爸爸下班回家欺负妈妈的狡黠模样。不同的是，眼前的少年带着3分懊恼，沈之南也只是浅浅笑笑安慰他。了解到这个男大今年20岁，比自己小6岁，沈之南不由得想到自己失散10年的弟弟，要是他的亲弟弟沈怀阳也在，他大概也会出来兼职体验生活吧。一想到这儿，他不自觉对眼前的男大生出几分亲切之感。年轻人很热情地想要交换联系方式。我叫宋婷，沈小姐，谢谢你今晚没有追究我的责任。沈之南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像小时候面对自己淘气的弟弟一样，完全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宋婷今晚需要值夜班，他早早打车走了。沈之南正盯着检查单发呆，就听见医生的叮嘱：沈小姐，你现在已经怀孕2个月，很多治疗烫伤药膏你都用不了，我给你开一些碘伏，你的手臂还需要用冷水冲泡一下降温。沈之南眼前一黑，手不自觉抚摸上自己的小腹。你说我怀孕了？在医院等待检查结果时，沈之南联系到自己的律师朋友，他将自己的身份信息还有手机里面的结婚证照片发给律师做个鉴定，特别叮嘱对方要加急。走出医院时，他收到朋友的回复：之南，经过我们反复核查，你现在是未婚状态，你提供给我的结婚证是假的。沈之南死死盯着屏幕上的消息看，使劲看，使劲看，仿佛多看2眼就能把他的结婚证变成真的。他将用惯的保温饭盒扔进垃圾桶，蹲在旁边连哭带吐，十分凶狠，以至于没注意到角落中隐隐绰绰的相机咔嚓声。寂静的夏夜里，他身边路过好多成双成对的热恋男女，这个糟糕的世界好像又回到了曾经家破人亡的少年时刻。16岁古典舞比赛，沈之南获得冠军那天，他和弟弟一起被绑架，爸妈在赎他们的路上被泥石流卷走，生死不知。10岁的沈怀阳被人贩子拐卖到更远的深山里面，
而他在经历了绑匪7天7夜恐吓威胁后，被陆敬池救下来。陆敬池被打得肋骨骨折，满嘴吐血，左眼淤青成了大熊猫，甚至他的脊背上还被生生砍了3刀，深可见骨的伤痕遍布全身。他倒在血泊里，温柔地用染血的指尖擦去沈之南眼角的泪水。之南，不要怕，有我在，一定能照顾好你。16岁，他在血泊中拼尽全力守护她。19岁，那个惊心动魄的夏日里面，陆敬池默默牵起她的手，十指紧扣。23岁，陆敬池为了拒绝家里人安排的联姻相亲，在他生日那天，拉着他去领了结婚证，两个人肩并肩，月亮一样弯弯笑着的眼睛里面全是彼此幸福的模样。26岁的沈之南哭了一整晚，手机上的陆敬池又发来视频。不要啦，老公，人家第一次，不要在会所里面。哼，小妖精，刚才不是你一直勾着我，都怪你的手不老实。女人娇弱的声音就像锋利的尖刀，一刀刀划过他的耳边，砍碎他的信任。沈之南直勾勾盯着画面里脸色涨红，青筋暴涨的陆敬池，他从来没有见过陆敬池这么失控的模样。16岁夏天留给他的龌龊噩梦，犹如吃人的恶鬼。陆敬池为了照顾他，从来都是和风细雨般的温柔，明明那么重欲又热烈的人，常常为了迁就他，慢下自己的动作。手机震动，这次是陆敬池本人发来的消息。老婆，今晚我需要加班，你早点睡，等我明早回去接你去试婚纱。沈之南这才看得仔细，两个微信号的头像和昵称一模一样，不仔细看真的会以为跟他说话的是一个人。直觉告诉他，这个假的陆敬池账号应该是温雨的小号。堂堂温家大小姐肯定不甘心只做一个地下妻子，她擦掉眼里的泪。既然陆敬池已经跟正式别人领证，她也不愿意继续留在他身边。她摸摸自己的小腹，她以后会给宝宝很多很多爱，她也会生活得很好。手机页面支付成功，离开南城的机票就在10天后，预定好的婚礼当天。陆敬池，我要让整个南城的网民都知道，是我不要你了。隔天，陆敬池特地赶回来，抽出一整天陪他去试婚纱。导购小姐姐眉眼弯弯，这件婚纱是江城新锐服装设计师君泽先生的作品。这件婚纱上面的每一颗珍珠都是设计师在海岛亲自养殖筛选，一共999颗特级珍珠，只为了装饰独一无二的您。小姐姐舌灿莲花，笑盈盈的脸上全是祝福和羡慕。沈之南的心情也好上很多，在真正离开之前，就让他浅浅贪恋最后的幸福吧。他刚准备去试衣间换上这件婚纱，恰巧温瑜和温母从隔壁试衣间走出来。呀，这件珍珠款婚纱不错，给我女儿穿。导购有点为难，沈之南抬头对上温瑜挑衅的目光，不自觉脊背紧绷。温母笑盈盈的脸上假装出一副才认出来陆敬泽的模样。陆家小子也在啊，真是巧了，这就是你的女伴，那个沈家破落户。温母眼底无尽嘲讽，他就不要随便试这些高级货了，省得脏了衣服，破坏别人结婚的好心情。陆敬池礼貌致意，抱歉，这件婚纱是我们早就定制好的，志南很喜欢，不如温小姐再看看别的。他讪讪的笑容里面有微不可察的心虚。温瑜眉眼娇羞可爱，目光直勾勾盯着陆敬池，肆意张扬。陆敬池略微有些不自然，避开温瑜的勾缠，也没着急否认温母的话。沈之南眼眶红红，果真是今非昔比。大学时有个偏执狂学长表白沈之南失败后，直接在宿舍楼下闹事。这个破落户小骚货也就陆敬池养着玩的女伴而已，16岁就被人拍了那种照片的贱女人，还真想当上陆家少夫人吗？沈之南被围堵在宿舍里面不敢出来，陆敬池推了合作会议，火速赶来，直接打断对方的腿。他红着眼，拎着偏执狂的后脖梗，连连朝着沈之南宿舍方向磕头认错，一直到台阶上满是鲜红的血色，警察赶来，陆敬池才平了这件事。真可笑，现在的他还真成了他的小三。温瑜柔柔道，陆先生，沈小姐，我妈妈心直口快，她没有恶意的，要是她说了什么让沈小姐不高兴的话，我替她跟你们道歉。温瑜眼眶红红，对着沈之南浅浅一鞠躬，满是落寞道，沈小姐，我也希望我的老公能陪我一起选婚纱，但是他太忙了，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件婚纱，沈小姐要是不想让给我，我就再选个别的吧。说完，温瑜就拿着手机转身进入了试衣间，只留下一个楚楚可怜的背影。沈之南心头一紧，眼角余光中，陆敬池看向温瑜的目光恋恋不舍。温母当场炸毛发火，不行，我凭什么要委屈我女儿？我就要这件最好的婚纱。小陆，你之前说的那些阿姨都答应你了，挑婚纱这么点小事，你不会扫阿姨的兴吧？陆敬池面露犹豫，温家和陆家的合作正如火如荼进行中，他不好公然跟温母作对。他低头询问沈之南，之南，我们就换另外一件婚纱，于公于理，我们也不好跟长辈过不去。沈之南心底一片冰凉，他抿了抿唇，还是想给自己争取一点点东西。敬池，这件婚纱也是我期待已久的礼物，尽管已经决定离开，他还是忍不住想试探，如果他说想要，陆敬池还会不会给他？如果他仔细观察一下他们的家，就会发现家里已经少了很多东西，他们俩的所有合照，陆敬池出差给他带的高奢礼物，他每天筹备离开的事情，他却没有半点察觉。他目光灼灼，带着一抹哀伤的期待，看向陆敬池。陆敬池摸了摸他的头发，安抚道，
乖，哥哥再给你挑更好的。他说的那么果决，完全没看到沈之南眼底的难过。陆敬池当场让导购又拿来几套婚纱，沈之南兴致缺缺，随便试了。温母笑嘻嘻拿着那套礼服递给试衣间里的温瑜。我们阿姨可是真名媛，小两口都领证了。我家女婿早就叮嘱过，但凡看上的，不要心疼钱，多贵都能买得下。每一句话都是尖锐的刺，深深扎进沈之南的心上。他闭着眼随手指了一件婚纱，胃里面不断翻涌着酸水。陆敬池手机一响，一看屏幕就被摄住了心神，没注意到沈之南犯恶心的微小动作。他松了松领带，性感的喉结滚动。老婆，公司有急事，我需要去处理一下，我让秘书先送你回家。不到10分钟，刚到家，沈之南就收到连串的视频轰炸，还是那间婚纱店的试衣间，还是那个隐藏小号。陆敬池略带恼火，你今天怎么和岳母一起来这家婚纱店？你是不是故意的？温瑜一脸无辜，放肆的手不断在陆敬池身上点火。哎呀，老公，人家真的不知道啊，刚才都已经跟沈小姐道歉了，我妈妈也只是为了护着我，你是做人家女婿的。温宇蹲下身子蹭蹭陆敬池，妩媚勾人的眼光如同一只放肆的小狐狸。再说了，沈小姐原本喜欢清静，你们的婚礼也不会邀请太多人，婚纱还可以再等等吗？人家现在想跟你好好拍一套婚纱照给长辈们看，我们家老爷子一高兴还会给我们的小家追加投资。说着，温瑜的声音就变得潮湿模糊起来。老公，人家昨天还不够，今天就想你了怎么办？你知道为什么婚纱店的试衣间都会做得大一些吗？你听，外面还有导购员的交谈声，你不觉得这是个很难的机会吗？陆敬池一把扣住温瑜柔软的腰肢，贴近自己。怎么总是喂不饱你？一会儿你别求着哭。他泛红的眼尾里面满是说不出的盎然。视频中似乎还能听到温母在跟导购的交流声。沈之南怔怔看着手机上不断跳动的消息，他头痛欲裂，望着南城无边夜色。今晚他又不回家，他拨通电话，韩律师，请你帮我梳理一下沈家的财产清单，我想跟陆家做一些分割，还有我想再去一下公安，录入我的血型信息，扩大范围寻找一下我弟弟沈怀阳。既然陆敬池已经有了另外的选择，沈之南也不会过度纠缠。陆敬池以为给他举办一个盛大的婚礼就能作为补偿，可那样的补偿对他来说，除了羞辱之外还是羞辱。沈之南回过神，冰凉的手掌贴在尚未鼓起的小腹上面。宝宝，你一定要健康啊，妈妈会很爱很爱你。傍晚，别墅区影影绰绰多了熟悉的人影。宋婷穿着一身外卖骑手的衣服凑过来，笑得开心。沈小姐，这么巧，我最近住在我朋友家，顺便帮我的朋友遛遛狗，你别害怕，我们这只大黄性格很好的。看他训练小狗蹲下问好，那么自然流畅。沈之南不由得想到自己的弟弟沈怀阳。怀阳小时候总是吵着要做一个小兽医，很巧，宋婷也是动物医学生。手机再次震动。沈之南，听说你最近跟一个男大走得很近，我给你准备了更大的惊喜哦。沈之南心头一震，总觉得温瑜话里有话。他下意识看了一眼宋婷，相互道了一句晚安之后就各自回家。但他现在已经没有精力去跟他争抢什么。他一到家就对着马桶嗷嗷吐。早期孕反逐渐严重，每天吃不下喝不下，整个人都瘦了一圈。陆敬池以为他还在为了婚纱的事情赌气，温声哄着他说要举办一场婚礼前的预热派对，还有3天就能离开这里。沈之南也不愿意多惹事，陆敬池想玩他就配合一下，派对结束后他就可以安静离开了。整个南城的玫瑰花都被他强势预定。金水河边连续3天晚上都有烟花盛会，南城娱乐新闻的头条也成了陆少为博家人一笑，豪掷千金，青梅竹马照进现实的倾世爱情，简直仙品。陆敬池的几个兄弟们一口一个嫂子真好看，可他们每一个人的眼底都带着无尽的嘲讽。沈之南眼底泪光打转，陆敬池以为他是太高兴了，安抚地亲亲他的唇角。志南，我们以后会更加幸福。一股陌生的香水味道涌入鼻尖，沈之南忍不住的恶心想吐。还有1星期，但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离开南城了。没多久，陆敬池又被合作商喊走去谈生意，他自己走到夜风温凉处透口气。沈之南，你都看见了我的消息了，竟然还能死皮赖脸待在敬池身边。温瑜施施然走进来，你一个早就被人玩烂的贱货，凭什么拥有敬池哥所有的偏爱？有好多次他抱着我纵情，却在释放的时候下意识喊着你的名字。沈之南看着极度的面目狰狞的温瑜，叹口气，我这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温小姐醉了，还是到休息区醒醒酒吧。他不想跟温瑜产生一些正面冲突，毕竟温瑜跟陆敬池的结婚证是真的。这件事要是被媒体知道，他就会被渲染成一个费尽心机上位小三，说不定还会牵扯到早已去世的父母，甚至自己腹中的孩子。他不想为了一时的尊严冒这个险。温瑜手中摇晃着一杯红酒，神情傲然。沈之南，从小到大我想要的从来有失手过，怪就怪你16岁那年太过命硬，你能逃得过1次，我不相信你还能逃得过第2次。沈之南瞳孔一缩，你说什么？16岁的绑架案，他家破人亡。可他还没反应过来，温瑜重重扇了他一巴掌。这一次我要你彻彻底底成为敬池哥最讨厌的人。说完，一脸坏笑的招呼保镖，将沈之南关到宴会厅最隐秘的休息室中。10几个摄像机将他困在中间，周围男人们笑嘻嘻地点评他的腰身，
一件件脱掉他的衣服。而在房间的另一头，是早就被人打晕的宋婷。保镖见他已经彻底睡死过去，咒骂一句后，自己动手在沈之南身上掐出几个红印子。沈之南张张嘴，无力求助，红红的脸颊反倒像是无声的邀约。此时，宴会厅的主持人正带领大家欢喜的倒计时，让我们来看看这对新人的恋爱小日常。3、2、1，放荡的画面一出来，众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怎么会这样？大屏幕上全是沈之南的视频，陆靖池眉目森冷，疯了一样闯入休息室，入眼便是沈之南眉眼凌乱，大片的春光被人握在手中，他发了疯，砸了房间里所有的东西。沈之南，我那么爱你，你竟然敢背着我偷人！自从你跟我的那天起，我一直把你当成眼珠子一样保护着。沈之南摇摇晃晃的想要起身，可盘踞在身上的男人太重了，他脑子什么都知道，明明想张嘴解释这一切，但嘴巴沉沉，像是吃了粘豆包一样，无论如何都说不出来一句话。此时，温瑜恰到好处的带着一众人群赶到。啊，之南姐怎么会这样？外面还有多好宾客要招待，不准拍了，不准胡乱报道，害了靖池哥哥的名声。陆靖池怒火中烧，已经顾不得别人在说什么。陆母适时站出来，我一直都不赞同让你跟沈之南纠缠在一起，现在好了，整个陆家的名声都要被他连累了。妈，我倒是有个办法可以挽回靖池的名声，就是温瑜咬了咬唇，小陆，我不准你再跟这个丧门星在一起，以后他连你的外事都不能做。陆母拉着温瑜到外面去善后。宴会厅上面视频一下子换成了陆靖池跟温瑜的结婚证，陆家、温家两家长辈们欢欢喜喜在一起说两个人的婚事。失魂落魄的陆靖池像是个行尸走肉一般配合着圆场，媒体记者们也很识趣，不敢得罪两大家族的联合，纷纷改了话题，给陆靖池跟温瑜的盛世大婚造势。与此同时，营销号们也疯狂在网上传播沈之南的私密照，16岁被迫在幽暗的地下仓库里的那些黑暗往事，还有这段时间跟宋婷偶遇的画面，也被编造成各种桃色绯闻。晚上，陆靖池的别墅地下暗室内，几个男人被铐在架子上，打得奄奄一息。陆家的私人医生拿出一份检查报告说，沈小姐怀孕1个月，孩子很健康。陆靖池的脸越来越黑，他的唇角都被咬出血，一把抓住私人医生的脖子。你再说一遍，孩子多大了？1个月。我在陆家工作这么多年，这种事情绝对不会看错。沈之南悠悠转醒，一睁眼发现自己就在地下暗室的铁笼子里面，他灌了铅一样的嗓子剧痛无比，不是我的孩子2个多月。贱人，我这个月根本就没有碰过你。啪！沈之南脸上一痛，陆靖池这一巴掌用力极深，他的唇一下子就肿起来，血味弥漫。沈之南眼前一个黑，整个世界都在轰隆作响，无数星星在他眼前绕，他浑身颤抖，解释的话被堵回嗓子眼，再也说不出。陆靖池眼底一片猩红，全身都在散发着渗人的力道，他握紧的拳头狠狠砸在宋婷的腹部上。就是这个男人勾搭你背叛我，对吗？咚！又一拳头落在宋婷身上，他喷出一口鲜血。没有，我觉得她像我姐姐。胡说！你们这些捞钱的小白脸，见了谁都叫姐姐。陆靖池眼底嗜血的锋芒越发野蛮不讲理。你都对我的女人做过什么？你说这里碰过她吗？他的手不断向下碰触到宋婷的腰腹间，狠狠一捏。宋婷嗷呜一声嚎叫，吓到沈之南，不要伤害她，她是无辜的。嫣红的血液从他裙底缓缓渗出。少爷，这是我们查到的照片，您做好心理准备。陆家的私人侦探沉着脸，交给他一沓照片。沈之南忍着小腹剧剧烈的疼痛解释道，我没有，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我们的孩子2个月大，你的医生在说谎。关于这些照片，我可以解释。你住嘴！陆靖池抬手，掌心的风一哆嗦，带动他汗湿的发。他悲怆的目光落在他红肿的脸颊上，到底是没舍得打下这一巴掌。回头重重一脚踹在宋婷的腿骨上，咔嗒断骨的声音惊得沈之南一阵颤栗，他胸腔中的委屈憎恨已经到了极致。你在他面前笑得那么开心，你们一起去医院，你在看坎坷，你们一起半夜遛狗，趁我不在家，光明正大在小区里面偷情，我们青梅竹马，我守护了你整整10年，你不仅给我戴绿帽子，你还有了他的孽种。私人医生提醒道，宋小姐现在的情况并不适合生下这个孩子。他整个人都像是地狱走来的修罗，对，眼光一亮。我绝对不会让你的肚子生出来一个背叛我的孽种。陆温两家的速度很快，有条不紊地推进两家的联姻。陆靖池白天在外面光鲜亮丽上班应酬，晚上回来就想方设法折磨沈之南和宋婷。你越是想要我放了这个小白脸，我就越是想折磨他。医生已经给你配好药了，只要这个小孽种没了，我就放了他。以后你就给我乖乖在这个地下室里面，哪里也不能去，一直到你生下我的孩子为止。沈之南整整3天滴水未进，忽然唇上一甜，陆靖池也不嫌弃脏吻上，一口甘甜的味道迅速唤醒他的味蕾。不要不要，靖池哥，孩子是你的，真的是你的，你不要打掉他，好不好？这些话你说了3天，我已经听腻了。乖，你喝了这药，我放了你的小情人，我答应你把他赶出南城，但他以后都得给我做个废人。甜腻腻的味道一点点占据沈之南的舌尖，他眼中的泪水
好像也在此刻彻底干涸。原定的婚礼提前举行，只是这次已经换了新娘。温瑜穿着玲珑的珍珠鱼尾婚纱，缓缓走过红毯，她满面娇羞，春风得意。快看，新娘的脖颈上通红一片，一看就很激烈啊！路上那张禁欲的脸上，生意力很足。宾客们艳羡的目光中，温瑜越发高兴。她悄悄跟了陆静池2年，每一次她都严格的进行避孕措施。最近这几次，她要的厉害，甚至直接扔掉安全套，在她腰间多放一个枕头。主持人抑扬顿挫的声音中，陆静池满脑子都是早上沈之南的求饶声音。等他晚上回去，那个小孽种就该彻底消失了。他默默守护10年的姑娘，就算是被小白脸弄脏了，他也要一点点洗干净。以后他会仔仔细细看着她，让她的世界只能有她一个。陆先生，该交换对戒了。司仪第3次亲切的圆场。新郎官一定是在欣赏新娘子的美貌。轰隆隆，剧烈的爆炸声音惊醒婚礼现场的所有人，宛若惊动天地的闷雷从远处传来，随之而来的强烈震动让婚礼现场的人们有些恍惚，分不清是地震还是老天在打闷雷。不到3分钟，陆静池别墅的保镖打来电话，声音颤抖：路上地下室突然发生爆炸，火势太大，我们没来得及救出沈小姐，现场只剩下几具烧焦的尸体了。陆静池骤然睁大眼睛。你说什么？陆静池打翻鲜花，摔飞戒指，冷若冰霜的面容上风度尽失，咬牙问道：你再说一遍，家里为什么会发生爆炸？之南现在怎么样？我高信阳你们是一群废物吗？连一个弱女子都看不住。说着，陆静池几乎是本能就扯下西服扣子，匆匆往外面走去。婚礼现场所有人都被刚才惊天暴雷吓得不轻，幸福的浅笑还定格在温瑜如花的面容上。他指尖一痛，精心挑选的定情婚戒咔嗒清脆一声就落在地上，破碎的鲜花仿佛在嘲笑他的狼狈。温瑜急切拉住陆静池：老公，你不要走，你要是现在丢下我会成为整个南城上流圈子的笑话。陆静池置若罔闻，他目光阴鸷，额间布满一层细密的汗珠，一张嘴就是火药般的决绝厌恶。你不过是我跟温家的联姻工具，给你一张结婚证已经是我最大的仁慈，别让我知道之南出事跟你有关系，否则我能风光娶你，也能风光离婚。自从之南出事后，陆母和温母欢欢喜喜地主持这个盛大的婚礼。温家之前一直不肯松口答应的合作，也在这2天快速推进。原本声称自己只是想要个法律关系的温瑜，更是盛装出席他给之南准备的婚礼。他忽然想起之前顾不凡的话，温瑜从小就是温家的掌上明珠，眼睛里根本容不得沙子，他不一定能容下之南。之南看似温柔，实际上很有韧劲，他要是发现了你骗他，绝对不会原谅你。当时嗤之以鼻，自信地认为可以两全，可现在陆静池大手一挥，重重撕出一道口子：你给我脱下来！你抢了他的婚纱，珍珠鱼尾只能送给我的之南。温瑜震惊无比，身上一凉，媒体的镜头齐刷刷追上来，争先抓拍着辣眼一幕。天哪，还从来没见过真实的豪门婚变。陆少真的走了，今天的爆炸案到底跟陆少有什么关系？在所有人不解的目光中，陆静池仓皇离开，他缥缈的视线里忽然有了之南哭泣的委屈模样。今天早上，他在地下室紧紧抱着之南，吻得放肆。他按在他小腹上的手格外用力，顾不上他凄楚的求饶声，越按越生气。不要这个小孽种，之南，只要你打掉这个小孽种，我可以立刻跟温瑜离婚，跟你重新领证。静池哥哥，孩子是你的，真的是你的，你理智一点。不要，我不要喝下堕胎药。陆静池脚下油门逐渐发力，一路疾驰飞车回家。越靠近别墅的路段，消防救援车子就越多，他身后还有追着他要贴罚单的交警。明明已经闻到刺鼻的烟火味道，他还是固执念叨着：好，只要你好好的，我让你生下那个小孽种还不行吗？生完不许养在我面前，你还要再给我生下3、5个，我只要你给我生的孩子还不行吗？别墅外面被围得水泄不通，入眼是一片漆黑焦炭，消防员正在排查安全隐患。他如行尸般麻木上前，再上前。让开，我的老婆在里面。一路积压的惊惶和不安如利剑重重悬下，尖锐的火热的痛苦遍布他的全身。陆静池眼前一黑，一口急血重重咳出，径直昏死过去。陆静池梦到曾经的夏天，他被绑匪打得头破血流，原本晕厥过去的沈之南声音沙哑，雀跃又坚定道：静池哥哥，快走！20岁的陆静池满是怜惜，在他一声声沙哑的呼唤中，撑到警察前来救援。30岁的陆静池满心厌恶，在他一句句惶恐的求饶中，狠心打掉他的孩子。交错的梦境忽然一变，16岁的沈之南星星眼跑到他面前，忽然就变成了捂着肚子说恨他的之南。陆静池浑浑噩噩在医院住了3天，等他再回家时，还是一片疮痍。陆母吵着要给他们小夫妻换个新房子，他也没理会，固执的在废墟中寻找沈之南的一切。警方已经确认，在出事前一刻，一辆黑色面包车经过，带走了地下室的所有人。他的之南没有死，却在他跟别人结婚那天彻底消失。他发了疯一样去找那辆面包车的信息，空空如也。直觉告诉他，是有人故意抹去之南的下落，不让他找到。到底是什么人有这么大的本事，
陆静池每天喝得烂醉如泥，原本就有肠胃病的他，不到1星期就胃出血，2次住院。他忽然很想喝之南给他煮的地形酒汤。南城顶级的私人医院中，陆静池躺在床前，鼻翼张开，拳头紧握。你再说一遍，志南去过会所。会所经理颤巍巍求饶，可不敢继续惹陆少发疯。是。那天沈小姐手里拎着保温饭盒，她经常来给您送醒酒汤，接您回家，我们就让她上楼找您了。会所大堂的视频中，沈之南失魂落魄从电梯出来，意外撞上一个服务生。陆静池心头一紧，那天是他跟温瑜领证的日子，他怎么会忽然去会所接他？他早就知道他跟别人领证的事情了，他很清楚自己没有给之南发消息。陆静池翻翻手机，惊讶发现最近之南对他的态度都很冷淡，以前每天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分享给他的一朵花、一只小狗的照片，他总能找到让人高兴的点子。他忽略了什么？静池哥，我最近好像没来生理期，我过几天要去参加朋友的婚礼，你有空陪我吗？他目光定格，早在1个月之前，他就说过自己总是没精神。他当时被温瑜缠得紧，随口说了一句让阿姨陪他去医院，就没后续了。是他错过了他的消息。陆静池死死咬住舌尖，努力压住如山一样的惶恐。他错怪他了吗？可他为什么跟那个小白脸走那么近，还笑得那么开心？助理低声说道：老板，那个宋婷是设计师张君泽的朋友，他连续2年暑假都会来借住1个月，顺便帮张君泽照顾家里的狗。您去年带着太太去海岛度假，就没见过他。陆静池缓缓回头，眼神空洞如恶鬼。你再说一遍。助理下意识咽了咽，颤声道：您醉酒的时候，有博爱医院的产科医生频繁联系您，您还是打过去问问吧。陆静池眼前又是一黑，指尖颤抖找到通话记录，打回去。电话那边的人很是亲切。我是博生医院的产科主治医生，沈女士就是在我们医院查出怀孕的，但后续并没有来我们这里见当夫妇。轰隆隆，陆静池咬牙质问：你说孩子多大了？电话那边的人：沈女士第一次来检查时就已经怀孕2个月，请问你们对这个孩子的态度是去世？我们医院是一家综合3甲医院，无论您做什么选择，我们都会为您太太提供最好的医疗团队。陆静池彻底掀翻小餐桌，他顾不上腿脚虚浮，让助理加速恢复沈之南的手机信息。他让保镖绑了陆家的私人医生，一番威逼利诱，严刑拷打。那医生终于说了实话：都是陆太太让我这么做的啊！我要是不听她的，我儿子的保研名额就没了。陆静池只觉有无数个钢刀刺穿他的心，他全身都痛得厉害。他的之南是无辜的。等助理再去探查派对当天的保镖信息时，却意外得知那天对沈之南动手的是一群高利贷狂徒。顾不凡坐在陆静池面前喃喃道：竟然是之南自己借了高利贷还不起，这是看着不对劲啊。之南并没有理由去借高利贷，要不你先陆家老宅住几天，冷静一下。朋友们纷纷来看望陆静池，各种帮他出主意。可这一次陆静池只觉得他们好吵，就是他们帮着自己打掩护2年，他整整骗了之南2年。顾不凡看出他的抵触，拍拍他的肩膀：兄弟，我早就提醒过你了，是你自己不听话，非要一个2拳的法子。现在好了，网上好多营销号都在传播之南的隐私照片，那种传播速度和成本可不是一个高利贷团伙愿意做的。顾不凡一番话让陆静池清醒过来，他坚信之前的怀疑是对的。陆静池像个没事人一样回到陆家，恭恭敬敬上门给温瑜道歉。温母眼睛恨不得挂在天花板上，白眼人一翻一翻。现在才想起来找我女儿了，你在媒体面前头婚，害得我女儿成为整个南城的笑话，该怎么补偿我们？陆静池面色沉着，目光如炬，盯得温瑜有些脸红。温瑜想那些事安排的那么周密，每一件事都设计好了替罪羊，陆静池应该查不到才对。而且陆静池就算是再喜欢沈之南，亲眼看到沈之南被别的男人压在身下，他也该腻歪了。温瑜拉拉温母的手：妈，您别说了，静池是个重情义的人，心里那口气缓过来就好啦。温瑜扯出来一张笑脸，柔柔拉住陆静池的手，放在自己的小腹上面。静池，我们有孩子了。陆静池手心一紧，又是孩子。他原本好多质问的话忽然卡在嘴边。陆静池想起顾不凡的话：不要心急，慢慢来，才能找到更加充分的证据，用证据说话，不要在一怒之下做出更多蠢事了。陆静池姿态放得很低：阿瑜，我一定会照顾你和孩子，我真的不能再失去你。温瑜扑进陆静池的怀中，眼中含泪：静池哥哥，你终于是我的了，以后我们一家一定会很幸福。陆静池眼底深深恨意，面上却笑容可见。我会让你很幸福。陆静池不到1个月就缓过来，他重新回到陆氏总裁办，依旧是雷厉风行的陆少。陆母看儿子振作起来，又开始打拼事业，心里松了一口气。他对上陆父深沉打量的眼，无所畏惧。怎么看我儿子这么优秀，你想用那个小贱人弥补自己遗憾的心思落空了？陆父抬眼给陆母倒了一杯茶。你执意要跟温家母女联手陷害之南，以后也该主动承担作恶的后果。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当年那点风流事。你看上秦雪溪那个小贱人，娶不到她，就想让自己的儿子娶了他的女儿。一提到那些往事，陆母全身都在打颤。他摔了茶杯：我就净持一个儿子，我的儿子一定要有个门当户对的贤内助。沈之南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孤女，一辈子都别想成为我的儿媳妇。
你也别想着把陆家的财产留给你在外面的私生子。陆母越说越激动，将整个茶室砸个稀巴烂，扬长而去。陆父动作熟练，拿出扫把，一点点打扫碎茶具。管家一脸无奈：先生，太太的议政越来越疯了。陆父手里捏着茶具碎片，一不小心碰到手指，顿时染血。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去查查知南姐弟现在到底在哪里。我跟雪溪真的只是大学同学而已，这么多年她一直疑神疑鬼，我已经尽量避免在外面跟异性接触，她还是没有安全感。如果不是为了照顾她的心情，我早就把淮阳也接过来了。管家也跟着叹了口气，两个人就像是一对老朋友，一起默默收拾残局。陆父眉眼沧桑，我要是早点告诉知南他弟弟下落，也不会闹出现在这样的事情。管家欲言又止，您都快问下少爷，他现在看着一切都正常，就怕他在背后闹事情，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寂静中毁灭。陆父沉默许久，年轻的时候妻子就疑神疑鬼，有时候他在外面应酬，他还大张旗鼓去捉奸，在南城圈子里面闹出不少笑话。当时陆家资金周转不开，还是老同学沈清德和秦雪溪热心肠拉他一把，结果妻子就开始整天质疑他跟雪溪之间的关系。年轻的时候气急了，被他闹得吵架口不择言，他干脆真说了几句气话刺激他，短暂的和平换来的是更加恶劣的报复。后来沈家出事，沈清德夫妻意外亡故，他将知南领回家里养着，妻子疯得更厉害了，好几次暗中雇人针对知南那孩子，更是扬言他要是再把沈家儿子接到家里来，他一不做二不休，全宰了。他在1年之后找到被卖到山区的沈淮阳，那孩子被打得脑子受了重伤，记忆有些错乱，人贩子不知道做了什么手段。淮阳对新买家很亲昵，医生说他不能再经受刺激，必须好好养着。他没办法，暗中默默资助那孩子。他也是有一点私心，不想再让妻子闹腾下去，只能将一些继续瞒着。去年淮阳那孩子考入南城农业大学，学习动物医学专业，听说他借住在朋友家里，他也抽空去偷偷看过他，朝气洋洋，英姿勃发，让人欣慰。这10年儿子对知南的偏爱他看在眼里，也觉得知南是个不错的儿媳妇，要不是妻子反对的厉害，质疑要给晋池安排联姻相亲，儿子也不会毅然决然跟知南领证。妻子又雇人做了手脚，给儿子做了假证。温家姑娘不断进攻下，后面儿子知道了假证的事情，反应也没当初那么激烈。陆父收拾好一地狼藉，他忽然很想对儿子说些什么，但看到陆氏总裁办里面那道疯狂忙碌的身影，他又顿住。这对母子眉宇间的固执和疯狂真是一脉相承。陆敬池又熬了一个大通宵，助理在总裁办外面小鸡啄米般点头，随时待命。沈之南的手机消息已经全部都恢复好，陆敬池一条条往上翻找，就是他跟温雨领正天有一个跟他微信头像一模一样的人一直在知南发消息。老婆，刘金会走老地方，我喝多了。老公，今天人家要做小猫咪公主，公粮一粒都不准留给你家里那位啊！我不管，结婚证是我的，婚礼是他的，我还不能多跟你要点亲亲啦？角度清楚的视频中，全是他在温瑜面前失控发狠的模样，陆敬池自虐一样看得仔细，甚至在回放时，他自己都听不下去，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那些污言秽语，他的知南全都知道，全都知道。他跟律师说要做财产分割，还要自己去找淮阳，他剪掉他们所有相爱的照片，卖掉他送他的礼物，他的购物车里面全部都母婴用品。他托朋友在江城乡看房子，日程表里面还有预订好的飞机票，浏览器里面问过好多次，结婚3年才知道自己的结婚证是假的。他跟别人领了真的结婚证，我算是小三吗？当然，不然你以为你是谁？他要是真的爱你，肯定把你娶回家。肯定是睡够你，觉得对方更好呗。男人告诉你，男人都这样。分吧，姐妹最近业务量大，你自己分，我要去下一篇了。请你出门乘坐第17路公交车，然后在缤纷路右转，给自己挑一个绿色的帽子，顺便再去医院切掉恋爱脑。网友的乳腺也是乳腺，请你不要来霍霍我们。后面的话知南就没再看了。门口顾不凡敲敲门，我说我这里有些新发现，你要不要看？陆敬池沉着脸看完，知道了。顾不凡一惊，收起懒洋洋的姿态，正襟危坐。他上下打量陆敬池，只觉得背脊发凉。明明是夏日燥热的天气，整个总裁办却格外阴森。姚城乐安医院，沈之南和宋庭坚并肩握着亲子鉴定的结果，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有勇气率先开口。等在一边的张君泽拍拍宋庭，又戳戳沈之南，咱们也算是共患难了。如果宋庭真的是知南姐的亲弟弟，咱们皆大欢喜；如果不是的话，知南姐就当做收养了2个小弟，寻亲路漫漫，我们结伴而行。沈之南抬眼盯着宋庭熟悉的轮廓，越看越觉得他很像记忆中的爸爸，而宋庭指尖颤抖，身上还裹着一层厚厚的纱布，意识格外坚定。君泽说的对，我们以后结伴而行，不管结果如何，志南姐都是我的姐姐，咱们一起开报告。张君泽笑笑，3、2、1，开！支持沈之南和宋庭存在生物学全同胞关系，共享一个生物学父亲母亲。平静的一句加粗字体，两个人连连看了好几遍。姐，我终于找到你了。沈之南用力抱住宋庭，难怪我在见到你的第一眼就觉得你很亲切，你小时候就嚷着要个权威兽医，爷爷奶奶乡下的鸡鸭鹅病了，全都是你自己配药喂好的。姐弟俩10年没见，这一下子反而不知道要如何跟对方说话，千言万语
都藏在怎么也看不够对方的亲切眼神中。张军则笑得更开心。咱们一家团圆的日子，金豆子哭得差不多了，就准备回家吧。陆静慈一直在追踪你们姐弟的下落，咱们该想一下接下来怎么办。沈之南下意识摸摸自己的小腹，又看看宋婷身上道道狰狞的伤口，决然道：我要改名字，我以后要随母姓，叫做秦青云。我做了26年的沈之南，整整10年的生命里面全是陆静池的痕迹。浴火重生的秦青云要成为一个新的自己。他拉着宋婷的手，爸爸妈妈留给我们的遗产还在信托基金里面，这些年姐姐一直没有找到你，那些钱我也就没舍得动，现在刚好拿出来，我们分一分。半年后，秦青云和宋婷顺利拿到沈家夫妇的遗产。沈母当年是个很有远见的人，沈家洗化用品的生意蒸蒸日上，她发现南城市场有外来洗护用品，争抢市场份额。为了让2个孩子后面的生活不会被公司的经营状况影响，她跟沈清德去多个信托基金预存财产。秦青云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小富婆，她手里好多孤品珠宝翡翠，一箱箱的黄金砖块，还有一沓子的房产证，就连姚城后面大块的山林鱼塘也被沈家夫妇承包下来。她一边学习公司管理和经济学知识，一边休养身体。姚城山清水秀，四季常春，临近海城，不仅有好多少数民族定居在此，还有很多非遗特产。张军则号召自己的同学一起创立了繁星品牌服饰，他做设计师，不断产出新款图样。秦青云跟一群年轻的大学生做品牌，在他还是沈之南时就十分喜欢直播，但陆母不喜欢他抛头露面，更讨厌他在镜头面前求粉丝打赏，他就给自己准备一个秘密小号，还有猫猫面具，带着粉丝们做形体直播。他在平台上的粉丝刚刚20万，每次形体操直播都有会大约1000粉丝跟他做操。重新登录小号发布短视频时，粉丝亲切的特大喜奔走相告，让他心里满是感动。他又成了张军泽团队的独家模特，原本就练习古典舞出身的他，气质优越，一件件精美的民族风格的裙子在他身上闪闪发光。姚城的阿婆们也会笑嘻嘻问他：阿妹，那个小伙子一看见你眼睛就发亮，你要不要把他娶回家里啊？没错，姚城有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就是女人们隆重迎娶别人家的儿子回家。传授张军则非遗扎染工艺的阿婆一双看透世事的眼睛满是笑意。你一来，那臭小子的眼睛都在你身上，都舍不得离开，我是不会看错了。秦青云刚想开口解释，忽然他脑袋上一沉，张军则水盈盈的眼睛里面一片赤诚。阿婆说她有一套祖传的新娘服饰花纹，很想做好送给姐姐，姐姐不会让阿婆失望的吧？张军则给他编织了一个全新的花冠，树荫下做手工的阿婆和姑娘都说好看。秦青云脸色一红，拒绝的话就没再说出口。谢谢你，我要准备直播卖衣服了。他昏乎乎直播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他怎么就被张军则带节奏了。解释啊，他比他大5岁，看他就是在看自己弟弟，他们之间不合适啊。阿婆又哈哈大笑，那有啥子，咱们这边可不讲究外面的风气，你就小点吧。张军则等他直播结束，委委屈屈又去跟他道歉，姐姐，我会找机会跟阿婆们解释清楚的，不让他们再说这些让你讨厌的话。他整个人耷拉着，看起来特别没有自信。秦青云的气势一下子就弱下来，原本他就是个好脾气的人，对上一个小委屈包包就更加说不出来硬气的话。张军则顿了顿，勾勾秦青云的小拇指。不过我们还需要在姚城多待一段时间，我是真的很想哄着阿婆们多传授我一些花样子。我的设计工作室还在江城接了婚纱设计的大单，我真的很需要收集更多灵感。张军则低声道，青云姐也不希望我灵感枯竭，被客户讨伐吧。秦青云支支吾吾，第一次被小男生这么温柔的求情，全身上下的细胞都在可耻的觉得自己在欺负人。秦青云又被张军则带节奏，忍不住点头，没关系，都是工作需求，做事业要紧。秦青云说，也不知道宋婷期末考怎么样，我去给她打个电话。溜了。秦青云每次都是这个借口撤退，张军则抿唇微笑，就站在原地目送他回房间。不管是沈之南还是秦青云，他还是这么心软啊。南城陆家老宅，陆静池用力捏碎手中笔杆子，鲜血淋漓不自知。他反复盯着视频中秦青云被戴上花冠的娇羞笑容，录屏被回放了10几遍，他终于罢手。秦青云，半年了，你在外面冷静的时间够久了，你竟然敢对着别的男人笑。陆静池极恨的发疯，这样的笑容只能属于他。陆父心里一咯噔，他出声提醒，静池，你和微玉已经领证，再过2个月你们的孩子也要出生了，人要向前看。陆静池冷哼一声，向前看，欺骗我的人都该死，包括我妈，包括你。陆静池直接砸碎茶具，等在外面的保镖纷纷围上来，妖娆妩媚的女人安静跟在人群后面。陆父只觉眼前一黑，口干舌燥。静池，他震惊盯着陆静池，这半年的紧张担心一下子变成触手可及的真实。你们都该死，你既然管不好你老婆，你就跟他一起赎罪吧。你要是早点把沈怀阳接回家，我也不能误会志南，你也是害我们夫妻分离的元凶。陆父瞬间说不出话来，一股无名怒火在徘徊在他胸腔之内，好久都没有过的夫妻念头充斥在他脑海中。你要干什么？我是你父亲。哈哈，就是因为你们是我爸妈，我才能不针对你们做什么。陆静池悠悠的眼眸若毒蛇。爸，整天守着我妈一个人，你也该腻了。儿子请客，你就当换换胃口。保镖恭敬将陆父亲抬进房间，女人兴奋走进去，
娇声软语间，不大一会儿，房间内就传来让人脸红心跳的声音。陆敬池饶有趣味，不断转发激情碎片，转发出去。南城商场咖啡馆，陆母跟温瑜喝下午茶，歇脚。妈，现在还不知道孩子是男是女，你买了这么多小男孩的东西，万一我生的是个女孩，你该多伤心呀。温瑜笑得很勉强，他跟陆敬池结婚这半年，他就再没跟他好过。陆敬池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对孩子很是期待，可他从来不关心孩子的健康，他整个孕期难受，需要他的陪伴。他总是在说加班，甚至孕中期他特别需要跟他亲昵时，他看他肚子的眼神十分瘆人，有好几次按在他小腹上的大手格外用力。沈之南离开以后，陆敬池像是换了个人，他偷摸迷恋上一个蒙面小网红，甚至自掏腰包给办公室所有女员工买了新裙子，就是那个猫猫主播卖的。陆母没想那么多，先买着，咱们家又不是买不起。老话讲，酸儿辣女，很准的。温瑜心底一沉，其实她更喜欢吃辣，她只是在陆母面前才装出爱吃酸的样子。她这个婆婆哪儿都好，就是认死理。跟她相处久了，就能发现她对身边的人和事有着超强的控制欲。叮咚啊，陆董，人家真的是第一次了，年轻点儿，要是见红了，人家会痛痛的。陆母嗷呜一声，掀翻桌子，温热的咖啡洒在温瑜裙子上，咔嚓咔嚓的拍摄声随之而来。温瑜还没弄清楚发生什么，陆母扯住他的胳膊，哐哐哐，扬长而去。我就知道那个老不死的在外面有人，敢跟老娘抢男人，我要他死。温瑜心底一横，忽然想到今早出门前，陆敬池笑得格外开心。温瑜，我给你准备了礼物。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陆母一脚踢开家中卧室的门，陆父已经偃旗息鼓，鼾声渐起，他一巴掌扇到那女人脸上。我要撕了你的皮！竟然敢在我家里偷男人！被惊醒的陆父起身，整张脸通红无比。你怎么把儿媳妇也领过来了？哪有婆婆捉奸还带着儿媳妇的？他的老脸全没了。被打在地上的女人忽然就亲切上前，跟温瑜打招呼：“好姐妹，我按照你说的，打扮成你公公喜欢的样子。他真的要了我，就像你说的，我现在还年轻，哪怕给有钱人生个女儿，那也是我赚了。”陆母整张脸都扭曲无比，她没经脑子。重重一推，你给他传消息，帮他们通奸。亏我一直把你当做好儿媳。温瑜猝不及防倒在一边，他愕然抬头解释：“妈，我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回事。”激愤的陆母没听他的解释，抄起手边的软枕头一通乱砸乱打。温瑜费劲起身时，忽然对上陆敬池阴沉的脸，他的唇角微微勾起，好像眼前的凌乱都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老公，快送我去医院，我肚子……陆敬池摆摆手，他笑得更加诡异。你让人删掉的监控都被我找回来了。一句话让温瑜脸色煞白。10年前你就找人绑架志南，多深的心机啊！利用我母亲的疑心，害死沈家。我现在也给你一个机会，志南受过的罪，你也得受一遍。这半年，陆敬池如法炮制，用温瑜的信息去借了高利贷。他伪装成一副亲自开车送温瑜去医院的假象，然后半路横冲一辆碰瓷面包车。不到半小时，温瑜就被绑到一间休息室。温瑜捂着肚子尖叫求饶，仔细一看周围的置景，这完全就是他陷害沈之南的那间房。不要，敬池，你误会我了，我早就答应你，我在暗处，我不跟沈之南争，我有结婚证，他有婚礼。后面的话他越说越打结，眼泪也止不住的往下流。这半年你对我不冷不热，就是为了报仇。他身下有缓缓鲜血流出，苍白的唇止不住的颤抖。忽然一抬头，面前的大屏幕上竟然是温母，她在会所喝得烂醉如泥。昏暗的房间内还有蒙面男模在直播。多刷刷礼物，我就给兄弟们介绍一下这个富婆的来历。这可是货真价实的豪门丈母娘，我感觉我现在厉害到不行，她都被我满足到打瞌睡了。毕竟50多了，体力哪能跟咱们兄弟比？温瑜感觉自己腹中坠坠，好像有什么从他腹中抽离出去。我的孩子，我的孩子。陆敬池居高临下。你当初联合我妈，你妈篡改直男的孕检报告单时，有没有想过自己会有这一天？温瑜，你第一次假装成直男爬床时，我就告诉过你，你永远只能在暗中作小。既然你不守规矩，对我的直男动手，那你就自己来体会一下直男遭受过的罪。那群高利贷的人走进来，举着摄像机录像。小妞，我们看了你的体检报告，你身体很健康，我们就是摆拍一下。温瑜一阵头昏目眩。陆敬池，我那么爱你，你为什么从来不肯多看我一眼？明明我也很优秀，我也很爱你，你为什么永远只能看到沈之南那个贱人？他忍着肚子里扭曲的痛，索性把话说个痛快。你以为你自己又是什么好东西？你明明已经有了沈之南，你又让你的好兄弟们联合起来骗他。顾不凡说的对，我眼里容不下沙子，可他沈之南更是厉害。你以为他还会要你这个脏黄瓜吗？他连女人最基本的快乐都不能让你尽兴，就算你回头再找他，他也早死了。你是亲手把他喜欢的婚纱让给我，是你陪我在试衣间醉生梦死，是你亲手给他灌下堕胎药，更是你把他关在地下室。咚！陆敬池额角青筋横跳，脸色铁青。陆敬池这一拳头狠狠砸碎温瑜身侧的摆件花瓶。陆敬池也不顾满手血腥和碎瓷片，他轻轻抬起温瑜的下巴。陆敬池明明已经愤怒到极致，还是用最温柔的语气轻轻呢喃：所以啊，温家、沈家，你
还有你的孽种，都要给我的芝兰赔罪。前所未有的恐慌如暴雪从天而降，腹中持续的绞痛唤醒他的神智。陆敬池一步步离开这间休息室，他饱受屈辱的撑过2小时后，门骤然大开，铺天盖地的记者七嘴八舌询问他：温小姐，请问你这是公然背着陆少在外偷情吗？有警方扫黄时吗？拍到你妈妈也在跟小鲜肉进行不雅直播，请问你们母女2人是有什么怪异的情趣吗？温瑜紧闭双眼，无论他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就像16岁的夏天，沈之南获得古典舞冠军，他却成了第2名。没有人在乎过他的努力，就连偷偷暗恋的陆敬池眼里也只有沈之南一个人。结婚前的派对，他让人给沈之南拍下那种照片，给所有人营造出一种他很放浪、出轨的错觉。现在，陆敬池加倍施展在他和他母亲身上。记者们的重重围堵之下，他逐渐失声晕死过去。医院外面，陆敬池毫不犹豫签下引产告知书，刷刷刷的笔画写完他的名字。他如释重负。陆总，下午还有重要竞标会议，让老家伙去。他是跟别的女人睡了一觉，又不是脑子坏了。陆敬池说这话时，眼底阴霾一扫而空。让你组织人刷单，给猫猫直播间好评，做得怎么样？猫猫主播说，他们现在已经在加班加点赶制裙子了。秦青云没想到，他和陆敬池的重逢竟然如此突然。屋檐下还有残余的水滴，缓缓坠落在开满莲花的大鱼缸里面。荷叶上大大一颗滚动的水珠，不知道是被水惊扰到，连连滚动好几下才堪堪稳住。陆敬池手捧最炙热的红玫瑰向他走来，他每一寸的目光中都无比贪婪。改了名字后的他更鲜艳。3个月之前，他才发现他的直播间，尽管他开了直播变声，也将自己捂得严严实实，他还是一眼就认出来，猫猫面具下面就是他。那一刻，他感觉到自己整个人都活过来了。他在直播间跟粉丝互动，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这段时间主播经历了好多复杂的事情，好在现在的主播已经决定重新生活，过去那些糟糕的人和事都再见吧。以后主播会重新上路，专心做自己的事业了。眼尖的粉丝发现他的婚戒不见了，秦青云就没再过多回应粉丝的问题，他认认真真在镜头前给大家介绍衣服。陆敬池一开口，满是沙哑颤抖，芝兰，生怕说错一句话让眼前人厌弃。秦青云冷脸，装出一副不认识他的样子，反问：这位先生，你找错人了。他侧身想要关门，却被陈敬池抢先一步抬脚卡在门槛。陆敬池试探叫出口：青青云，现在我还不是很习惯你的新名字，我今天来是特意想接你回家。乍然对上他冷淡的面容，陆敬池只觉得现在说什么都很心虚。他们之间千言万语说尽，却像是隔着千山万水。秦青云关不上门，有些生气。秦青云厌弃道：陆少半年前在南城跟老婆举办了盛世婚礼，整个南城人尽皆知。陆少给自己新婚妻子摆了足足9天流水席，该不会这么快就想另觅新欢了吧？我可以给你准备更盛大的婚礼。直男，你在外面玩了半年，我很想你，现在你该跟我回家了。秦青云对上他偏执的眼，冷冷道：陆少说笑了，我又不是你那个绯闻满天飞的小三沈之南。听说你的前女友在你的婚前派对上出轨一个男大，你不是早就发了声明说你只爱温瑜一个人吗？我现在的生活很平静，请你不要。陆敬池心里一抽一抽的痛。陆敬池试图上前抱抱他，张开的手臂中忽然一道黄影闪过，一条毛茸茸的大黄将他推开一侧，扑倒在地。汪汪汪！大黄身后又冒出来7、8条矫健狗子，全是他在村里的好朋友。汪！大黄还知道小爪子按着陆敬池，然后回头一脸骄傲朝着秦青云摇尾巴。秦青云哭笑不得，原本被陆敬池弄糟糕的心情也跟着好起来。秦青云眉眼鲜活，抬手指挥狗子们排排坐，横在他跟陆敬池中间。对有些人来说，两不相见两不相欠是最好的结果。陆少还是回去吧，你应该清楚，无论是沈之南还是秦青云，在你亲手杀掉他的孩子那一刻，你们之间都没了以后，更别提你盛怒之下还对他辛苦寻觅多年的亲弟弟痛下狠手。宋婷的一条腿，还有那数不清的屈辱，你该不会忘记了吧？秦青云冷漠的口吻就像是个旁观者。秦青云无比决绝地说：爱你的沈之南被你亲手葬送在大火中，你跟温瑜结婚，整个南城都在为你们高兴，只有沈之南那个傻子捂着肚子满是绝望，在大火中葬送自己和孩子。陆敬池，现在的秦青云就像这些狗狗一样，很讨厌你。汪汪！一排雄赳赳的狗子们齐刷刷抬头，恶狠狠盯着陆敬池。在大黄的带领下，个个摩拳擦掌，呲牙示威。陆敬池狼狈起身，手边的红玫瑰也被一只狗子撕碎破坏。不要，直男，我知道你恨我，我都知道的，我错的离谱，我做过很伤害你的事情，可我是真的想跟你一生一世。陆敬池再度上前，不管你是沈之南还是秦青云，我只爱你。他喉咙中就像是塞了块粘膏一样，上不去下不来，每一个字都说得十分用力诚恳。再给晋池哥哥一次机会好不好？以前你说过，只要我带着红玫瑰和小金条哄你，无论多大的事情，你都会原谅我，好不好？他眼底一片低落伤怀，是他从未见过的卑微。秦青云很清楚，不管自己再怎么逃避，再次面对这个人，曾经的伤害都还在。这半年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他如果要报仇，
让陆敬池血债血偿，他有什么底气吗？他有跟陆家、温家抗衡的强势资本吗？他又该怎么给他的孩子讨回一个公道呢？父母给他和弟弟留下的遗产虽然多，但那也是好多年前的物价衡量标准了。他虽然富足，但光是他一个人，想要撼动南城2个顶级豪门，实在是浮游汉数。而且现在的他还有宋婷，一时意气做些傻事，不仅不能报仇，还会让他和宋婷陷入危险。只能忍，只能等。韬光养晦，卧薪尝胆，伺机而动。荒诞的沉默在2个人之间徘徊迂回。一道清脆桀骜的声音从陆敬池身后横插出来：玫瑰多刺，一不小心就扎到手。青云姐最近喜欢我送给她的君子兰。陆敬池一下子就看到秦青云身后一排袅袅婷婷的君子兰，他回头，张军则大咧咧穿居家服，一副沉睡刚醒的惺忪懒散样子。狗子们欢快朝他摇尾巴，他一副家里男主人的姿态，面带笑容。青云，家里来客人了，别总是在外面站着。阿婆刚才送给我一些卤牛肉和今早刚煮好的米线，我们一起吃早餐。他笑着说话时，脸上的小酒窝也跟着一凹一凹，看着格外讨人喜欢。秦青云很自然接过张君泽手中的大包小包，今天早上怎么准备这么多？小跑腿告诉我家里来客人了，我就多买了一份早饭。看他额头细汗，估计是走到半路发现家门口停了新车，又折返回去的买的吧。秦青云一看，果然手里面几个大大的口袋里面全是集市上最外面的那几家小摊，他觉得有点好笑，也不知道张军则在弄什么小焖葫芦，但也很识趣配合道：一起吃吧。陆敬池眉眼一沉，拳头又硬了硬。这半年他不在，他每一天都很暴躁。以前他生气时，他都会窝在他怀中，抬手揉开他的拳头，温声哄着他，而现在他就站在他面前，他却视而不见，跟一个小黄毛说说笑笑，准备早餐。陆敬池抬眼扫视一圈后，确定秦青云的新家里面没有男人共同生活的痕迹，才稍微松了一口气。张军则客客气气给陆敬池刷了一副新餐具，他自己像是不随手不经意似的拿了跟秦青云一模一样的餐具。陆敬池眼睛里面要喷火了，张军则抬眼十分诚恳问他：陆先生是不喜欢姚城的早餐吗？或者我再去准备点别的？陆敬池面前的米线上面明晃晃浮着一层香菜葱花，他不吃这种切得细碎的青菜。以前的知南都会特意将整颗的青菜一起煮好，然后将葱和香菜都挑出来。他的碗里有菜香没菜叶，反倒是秦青云面前一盘卤牛肉，一盘清蒸鱼，一道炒猪肝，还有一盘水煮菜。他的米线只装了半碗，旁边还有一碗小米粥，红糖泡鸡蛋。秦青云吃米线的速度有点着急，唇角还蹭上了浅浅的红油。陆敬池随手拿了一张纸，想帮他擦掉，张军则比他更快。陆敬池心里窝火，手僵硬在原地没出发。秦青云很自然的再去盛第2碗米线，那碗就被张军则没收。他抬眼示意秦青云去吃那碗小米红糖粥。秦青云满脸不高兴，眼前忽然又有一碗新的米线。陆敬池道：很少见你吃这些东西。张军则直接推开他的米线，再度示意秦青云吃他的粥。他的小酒窝里面好像都带了一层委屈。青云，你看我的手，我为了砍甘蔗煮红糖，手都起茧子了。你要是不吃这个，我努力都白费了哦。陆敬池终于忍不住心底的火气。直男从来不吃糖，他向来爱护自己的身材，红糖、猪肝这些东西从来不碰。秦青云扫一眼陆敬池，他真是很爱莫名其妙，索性乖乖去吃自己的养生粥。一直到秦青云老老实实将面前的食物都吃完，张君泽才不紧不慢解释道：阿婆说，村民曾经身受重伤，气血两虚，以前又喜欢过度节食，人看着精神，实际上很虚，需要多出一点肉类和红糖。陆敬池手中的一次性筷子咔嗒一声断掉，身受重伤，气血两虚，8个大字醍醐灌顶，一下子就让他想起自己曾经干的坏事，哑然失声。秦青云不是傻子，今早上这顿饭吃的硝烟弥漫，他不由得多看2眼张君泽，他还是笑得那么人畜无害。陆敬池看他的眼神都像是要吃人，他下意识就开口维护张君泽：君泽准备的早餐很好吃，我吃什么就不用陆少费心了。秦青云起身收拾餐具，他起身时也就没看到张君泽朝着陆敬池嚣张挑眉的模样。陆敬池再也忍不住心底的火气，他真的从来没见过秦青云跟一个男人这么亲昵。啪嗒，还没等陆敬池动手撒火，张君泽一下子将陆敬池面前的米线扣在自己脑袋上，那碗叮咣摔得稀碎。秦青云连忙赶来扶起来张君泽，满眼都是心疼。他气急了：陆敬池，你不喜欢跟我们一起吃早饭，就不要随便发脾气。君泽怎么惹到你了？你今天上门来闹事，到底是为了什么？秦青云心里也有火气，他眼底泪光一片，所有的委屈都涌上来。你自己跟别的女人领证在先，让我成了没名没分的小三，我被你害的孩子也没了，还差点死在煤气爆炸里面。要不是君泽及时救下我，我和怀阳早就没命了。你不在陆家好好做你的大少爷，你一大早跑来我这里闹什么闹？他骂得过于激烈，横眉冷对，凶狠凶狠。陆敬池心里一酸，委屈的泪水不断在眼里转悠。秦青云没工夫听他解释，手脚忙乱拿来医药箱。张军则红着眼，这才慢悠悠开口：青云，
都是我不好，一大早就让你不高兴了。我真的只是想给陆少再添一点浇头，没想到他会。张君泽垂眸，呲牙咧嘴，轻点，好痛。秦青云放慢速度，轻轻吹吹，丝毫没察觉自己动作过于亲密。他回房间去拿出一套干净衣服，自己去换上，出来我给你上药。陆静池再也忍不住心里的抓狂。住手！你房间里面为什么会有他的衣服？我们分开这半年，你都是跟他在一起吗？直男，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的感情，你都忘记了吗？我3个月之前就发现了你的直播间，我等到现在才来见你，就是想解决了南城所有的阻碍。你现在就跟我回去，我们重新领证，我再也不要看到你身边有别的男人。他双眼猩红，无比急切，想将一切都告诉秦青云。看着就好痛啊！他吃不吃早饭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氤氲药香四散开来，陆静池眼睛红了又红。秦青云的目光就再没多看他一眼。急促的手机铃声响起，姐，你快打开手机看看，现在网上很多帖子都在造谣重伤你。宋婷焦急的声音传来，陆静池这次太过分了，不仅想逼死我们，还想破坏我们家的名声。陆母现在正在进行网络直播，说咱们妈妈是小三，还说你也是陆静池的小三。张君泽立刻打开手机页面，找到陆母的直播间。你们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一点底线都没有。那个猫猫主播就是个职业小三，他妈妈秦雪溪30年前就勾搭我们家老陆，但老陆没要他。我儿子明明跟温瑜青梅竹马，恋爱结婚，却被他横插一脚，是他自己不检点。16岁就勾搭黑社会，拍那张照片，现在我儿子都跟儿媳妇领证了，他还跟狐狸精一样继续发骚。你们每一个在猫猫直播间下单的女孩，肯定都是脑子有问题的。秦青云只觉一阵天旋地转，有无数个蝙蝠黑压压飞。陆静池，这就是你说的交代？秦青云抬手一指，陆先生，这里不欢迎你，我会请律师依法起诉你母亲，我的名声，还有我父母的名声，我全部都要讨回来。秦青云心里对陆家最后一丝顾虑也彻底消散。陆家照顾他10年，陆母虽然不待见他，但陆父和陆静池都很照顾他。即使我被你逼上绝路，好几次都差点活不下去，我也没有想过要把你怎么样，但你母亲太过分了。陆静池心底一慌，他完全没想到陆母竟然会公开直播，还编造谣言到处散布。他下意识抬手想擦去秦青云眼尾的泪水，却被另外一人挡住。张军则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秦青云的身后，清秀的面容上散发着虎狼般的气势。陆先生，你听见了吗？我们青云说不欢迎你，有些事情青云不想追究，那是他心地善良，不想跟你闹太僵。可我不一样，只要有我在，你永远也没有机会跟青云破镜重圆。青年脸上前所未有的凝重和野心，暗喻的毒蛇频繁摇动蛇尾，对上身姿矫健的野狼，两个人心照不宣，将彼此视为劲敌。门口，助理敲敲门。陆总，收到董事会的紧急会议通知，我们必须即刻返回南城。还有，助理一脸为难，看了一下秦青云。温小姐在你母亲的直播下面添油加醋，现在秦小姐已经是热搜榜的第一。温家董事长刚才打电话来，关于温太太还有温小姐的事情，您要是不能给她一个满意的答复，她就……助理忽然噎住，死活不肯继续说后面的话。陆静池不知道是想到什么，目光流连在秦青云身上。青云，我等你回来，这一切都交给我处理，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不用了，陆先生，我早就没耐心继续配合你给我画饼。陆静池走到门口，身后传来这句话，同样还是他，却再也不是以前的笑脸盈盈。温宇给他打来电话，陆静池，你是不是又去找那个贱人了？我们已经领证了，我永远都是你的妻子，只要有我在一天，无论他叫沈之南还是秦青云，永远都是你的小三。陆静池神思复杂，望着车窗外面倒退的风景，一股前所未有的惶恐压得他喘不过来气。陆母还在直播间继续发疯，你们都不知道我这个儿媳妇有多能干。10年前，她就让人对沈之南那个小狐狸精下手。我要是早点就有她这种觉悟，也不会让一群小三爬到我头上撒野。我就知道老陆心里还念着他的白月光，可惜秦雪欣那个贱人的刹车都被我给断掉了。他死的可真轻松，我当年就该斩草除根，把沈之南送到夜总会做小姐去。助理哀嚎，太太今天怎么把这些事全说出来了？陆氏是家族企业，要是创始人出事，咱们的公司形象就全完了。陆静池捂着胸口，似乎是喘不上来气。陆母终于接听他的电话，儿子，你跟你爸爸找了小三，我就让你永远也追不回沈之南。他妈妈夺走你爸爸所有的爱，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儿子也被他女儿夺走。陆静池手下一滑，手机摔到脚边，陆母咒骂的声音噼里啪啦传出来。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完了，他的之男再也不会原谅他了。故意杀人罪的追诉时效是20年，但司法程序是一个严谨周密的漫长过程。根据您提供的线索，目前只有陆母一个人的口述，没有具体物证和认证。在证据链条的查找和求证上面，您还需要拿出更加有说服力的新东西。从见到律师开始，秦青云的泪水就没断过，张军则默默帮他擦掉一波又一波的眼泪。张军见他哭累了，索性挺直胸膛，将他揽入怀中。韩律师，关于人证物证的寻找，您有什么专业意见吗？秦青云做了个深呼吸，转头去洗了一把脸。韩律师，您尽管把所有可能都说出来，我一定要为我的爸爸妈妈讨回来一个公道。16岁的夏天，他家破人亡，
爷爷奶奶骂他是灾星，弟弟也被人贩子带走，爸妈更是在营救他的路上摔落山崖。他自责了10年，曾经无数个不能安枕的午夜里，他都泣不成声。陆静池给他的那些温柔安抚、关心疼爱，在此刻都成了穿肠毒药。秦青云不自觉摸摸自己的小腹，曾经为了孩子流下泪水，也变成嘲讽自己的钢刀。这一刻，他竟然有些庆幸，那个孩子没能生下来。他掌心都是汗，反复把玩手中的 U 盘。秦青云对韩律师道：“韩律师，当年给我们家开车的司机也去世了，我爸妈那辆问题车子也被销毁。”秦青云满是憔悴，明亮的眼睛里布满悲伤。秦青云毫不犹豫将 U 盘拿出来，这里是陆氏集团最近3年偷税漏税的证据。陆氏为了推进跟温家的合作，在3年前就使用了阴阳账本。既然我一时之间找不到我爸妈受害的证据，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仇人一家继续逍遥快活。张君泽若有所思：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而且叔叔阿姨去世的事情也并非没突破点，绑架的你的亡命之徒就是为了钱，所以我们只要查到他们的账目流转，就能发现。秦青云将自己的伤疤再次撕开，他把自己关进房间里面，一连3天反反复复折磨逼迫自己，回忆起10年前的更多细节。张军则暂停了繁星工作室的运营，他直接让助理撤掉网上关于秦青云的谣言热搜。他跟助理盯着电脑屏幕，热搜消息起起伏伏。除了他们之外，陆静池也在疯狂清理谣言。他给自己家里打了电话，只要您答应，您不能以任何形式的干预我的婚事，我就考虑回去继承家业。还有，现在陆家股价暴跌，温家妄图抽身自保，我要截断温家的后路，让陆家彻底破产。电话那边的人沉思良久，那个姑娘真那么重要，值得你放弃好不容易争取的自由？张军则冷笑：您管过界了，我自己的事早就轮不到您来操心了。宋婷也走进警察局报警，他将自己搜集来的人贩子消息准确交给警察。他们丧尽天良，害得我跟家人失散多年，我只要求他们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拒绝任何形式的和解，只想用尽一切可能让人贩子死刑。他的声音铿锵有力。秦青云浑浑噩噩过了3天，登录他的视频号，铺天盖地辱骂声如潮水将他淹没。他索性颤抖着指尖一一回怼那些网络喷子。等自己的身体适应了高强度的网络压力之后，他再次开启了直播。大家好，今天是个很平常的一天，我决定摘下面具跟大家说说心里话。我叫秦青云，曾用名沈之南。啊，你真的承认你是沈之南了？你真的是陆静池的小三吗？温小姐处处忍让你，你费尽心机破坏她的婚姻，你妈妈真的是陆董的小三吗？你多少钱一晚？约吗？秦青云没有理会黑子们的话，他收起所有胆怯。我已经记下你们的 ID， 我会报警，我也不缺钱，不需要对你们进行索赔，只想你们为了自己的言行付出代价。调整了一下自己在镜头前的状态，秦青云将自己斟酌出来的话都说出来。我叫秦青云，曾用名沈之南，我并不是大家口中的小三，我跟陆静池从来都是自由恋爱，自愿结婚。2022年元旦上班后的第1个工作日，我们正式领证结婚。2025年1月，我发现他跟温瑜领证，而我这张结婚证是假的。我成长中的所有困难、欢乐都有这个男人的足迹，但我的律师反复查证，我现在仍然是未婚状态。19岁的我懵懵懂懂喜欢他，23岁的我孤注一掷跟他领证。秦青云继续，26岁的我被迫打掉孩子，成了他的小三。感情的事情先放在一边，我今天直播是想对网上乱飞的谣言做一个澄清。关于陆太太所说的不实言论，我会尽全力走司法程序，坚持上诉。最后，我想在直播中跟陆静池的现任妻子说，你在我跟陆静池恋爱期间偷偷跟他领证成功，我相信你是一个很有手段的女人，请你管好你的丈夫，不要让他像牛皮糖一样来骚扰我。秦青云仅仅做了半个小时的直播就被禁止推流，他关掉电脑，拖着行李箱重返南城。陆静池将他的直播回放看了10几遍，几乎每一个字都能倒背如流。之南竟然让温瑜那个贱人管好他，他一提起他眼里全是厌恶、憎恨。陆静池断掉温瑜的银行卡，别墅保姆接连给他打电话，先生，太太的状态真的很不好，求求你就送她去医院吧，太太流了很多血。闭嘴，不准叫她太太，我的妻子只有之南一个人。保姆被吓得不敢吱声。陆家别墅里面，温瑜彻底被逼疯。幽暗的地下室里，他冒死生下的孩子咽气了，孩子一张小脸憋得紫青紫青，他盼了这么久的宝贝没了。他目光呆滞，一整晚都抱着孩子哄他睡觉，一遍遍机械地将自己的奶水喂给小孩的嘴里，可孩子已经慢慢僵硬。陆静池又是喝到半夜才回家，他一身酒气，在地下室门口嫌弃看了一眼。温瑜，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你喜欢吗？你一直都很喜欢篡改孕检报告单吗？现在这一切都是你的报应。说完，他气势一收，把他给我送到精神病院，好好照顾。久久失语的女人终于回神。陆静池，你这个禽兽，就算你害了我妈，害了我的孩子，你的沈之南也不会再回到你身边了。一个女人
永远也不会原谅杀害自己孩子的凶手。是你亲手给沈志南下药，是你自己嫌弃他无趣乏味，一切的罪过都是你没管好你的下半身。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沈志南永远也不会再原谅你。陆静池红了眼，抬手一巴掌扇在温瑜脸上，带走。不到一天，陆家就被推到风口浪尖。陆静池骗婚前任，跟小三领证联姻，豪门宫的选妻套路深。陆太自曝害死沈家夫妇，上演现实版农夫与蛇。陆董身边上位小花，疑似陆少奉上，为给陆太添堵，太子爷竟然自找小妈。温母夜会牛郎，温瑜酒店不雅照流出，母女二人深陷孽海，不能自拔。龙卷风一样的谣言和脏水变戏法一样攻击陆家、温家。陆家董事会上，股东们看着持续缩水的股价暴怒不止。陆董一张老脸又红又胀，他指着陆静池半晌，哆哆嗦嗦没说出一句话。你这是要毁了我们陆家的3代人的心血。陆静池瘫坐在他对面，一张白纸无聊地蒙在他脸上。你说啊，你这个孽障，一连3天都一言不发，你到底要干什么？陆静池好一会儿才被众人的责怪声拉回神。你当初看着我妈换了我跟之南的结婚证，看着我为了跟温家合作，跟温瑜联姻，就该想到现在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要我的之南对我。陆董睁大眼睛，呆呆立在原地。他儿子竟然疯了，陆静池疯了。可他还没有缓过来这口气，手机弹窗推送另外一条消息：秦青云现身税务部门，实名举报陆家温家偷税漏税。秦青云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在镜头面前十分大方得体。秦青云道：这些证据当然不是我伪造的，等税务部门核查过之后，大家就知道结果了。秦青云笑笑，他当初打算跟陆静池离婚，请律师帮忙做财务分割。他原本只是想拿走自己的重要证件，但没想到保险柜的最后一层里面有好多类似的 U 盘。他当时很好奇，就自己打开看看，结果就发现了陆家的账目问题。后来他被困在地下室，张军则意外出现，及时救下他和宋婷。他当时就想啊，要是陆静池以后还不放过他，他就用这个账目来反击他。现在他一步步逼着自己成长起来，不仅要为自己和孩子讨一个公道，更要为他的家人求一个真相。陆静池去花店挑了一盆君子兰，他站在秦青云楼下痴痴等了一整晚。第二天，秦青云发现他时，他安静一笑。青云，有人在暗中默默收购陆家的股份。没头没脑一句话。我今天给你准备了君子兰，你会喜欢吗？秦青云冷声道：不喜欢。陆先生，我说过，以后都不想再见到你。他身上带着厚重的酒气，往日帅气干净的脸上也有了一层厚厚的胡茬。青云，我给我们的孩子报仇了。温瑜的孩子已经死掉了，就是他改了你的孕检报告，我猜他像是邀功一样，我已经重重惩罚他，他以后再也不会出来烦你。我也正在跟他离婚，以后只要是你想要的，静池哥哥一定会给你弄过来。你不喜欢的，我也不喜欢，我们再生一个，好不好？啪！秦青云再也忍不住心底的愤怒，滚！如果陆少听不懂人话，我不介意用拳头跟你讲话。我说，我不再爱你，也不再喜欢你，我们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在你妈妈承认对我爸妈动手那一刻，我们就没有了以后。秦青云满眼都是厌恶。陆静池僵在原地。你放心，我也已经好好教训过我妈妈，她最讨厌我爸在外面有小三。打住！我不想听。秦青云侧身躲开他滚烫的目光。从他回到南城这天，他几乎每天早上都等在他楼下，烦得很。陆静池，你现在还没弄清楚，我已经不爱你，甚至我还想让你们陆家破产，温家覆灭。如果你的真的爱我，就该让我完成我的心愿，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只要一个公道。你要是再来骚扰我，我就要报警了。张军则开车从地下车库上来，秦青云坐在副驾驶上面，一路跟他说说笑笑。陆静池看着扬长而去的宾利，一口鲜血吐出，他看那个小奶狗的眼神不清白。助理愁眉苦脸。陆总，最近海城张家抢了我们不少项目，要是秦小姐举报的税务问题被税务部门查出来，您作为第一责任人会坐牢的。陆静池像是没听到助理的话，他将君子兰埋在公寓楼下，神情格外温柔。以后你要好好陪他。助理心下一凉，完了，陆总他更疯了。张军则一路驱车到了南城周边的小村庄。秦青云谎称自己是陆家派来的项目调查经理，他跟张军则在这边住了1个月，找到沈家以前的司机家属。村里的老人说，10年前刘司机死后，沈家给他的工伤补偿金额被刘家长辈们瓜分干净。但奇怪的是，刘婷在他爸爸去世后不久就出国读书了。所以你怀疑这钱的来历？张军则给秦青云削了一个苹果，吃点。秦青云点点头，但凡做过都有痕迹。这个刘婷最近在找工作，我在招聘网站上面发布了工作消息，现在她的履历和信息都很齐全了，我再配合律师进行流水溯源，只要证明这笔钱是陆母的转账，我就能翻案。张军则略微思索，好心提醒道，还有绑架你的那些人呢？他们也参与其中吗？秦青云抿唇，绑架案那些绑匪已经服刑，几乎不可能翻案了。当时陆静池被打得全身是伤，
陆母咬死了那些绑匪不放过，绑架案当初判的挺重的，陆家持续被打击，公司开始缩减项目，大量裁员。温家想及时抽身，陆敬池却用女婿的名义将温瑜带来的多个项目划到婚姻共同财产里面。温父气冲冲找到陆敬池，却被陆氏大楼的保安拦在门外。陆敬池反复盯着私家侦探发来的照片，宁静的小山村里面，他的知男对着另外小白脸笑得那么灿烂。小白脸下河摸鱼，他在岸上捕网。猫猫主播的账号上还发布了一条乡村打野的休闲视频。秦青云热情跟粉丝们打招呼：大家好，感谢大家长久的信任和陪伴。君泽设计师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工作，他给大家设计新衣服的时间变少了，但是他跟我说，他一定会提升设计质量，让大家花平价的钱享受大牌服饰的格调。陆敬池觉得自己就像是个偷窥狂，他的知男眼里有了星光，却不是他给的。陆氏已经没有盈利了，他忽然很想在最后的时光里送给青云一件礼物。半年后，税务部门的官宣通告悄然上线，陆家温家不仅偷税漏税，最近2年在其他的项目上存在违规竞标、偷工减料、实施贿赂等罪名。温瑜抓住机会在精神病院闹事，他跑到警察局报警，陆敬池亲手杀了我的孩子。他索性放出来地下暗室的监控，陆敬池暴打宋婷，给沈志南下药，还有将他关在地下室里面，每天冷言冷语刺激他。而此时的秦青云整理好爸妈遇害的证据后，跟宋婷走进警察局。这一次姐弟俩报警起诉陆敬池故意杀人。出乎所有人的意外，陆敬池面对警方的问询供认不讳。陆母满面流泪：儿子，你不要认罪啊，你没有错，全是妈妈的错。我的儿子那么优秀，不可能是杀人犯。陆母跪在秦青云面前：我认罪，我害死了沈清德。秦雪溪，你对我要杀要剐都随你，你不要再伤害我儿子了。你害得我们家破产，害得敬池没了孩子，你造了这么多孽，不怕报应吗？陆敬池没理会陆母的哭诉，他深情地凝望秦青云。半年不见，他又胖了点，他的女孩胖点好看。秦青云避开陆母磕头的动作：造孽的从来都不是我，你需要向我爸妈赎罪，陆敬池需要向我的孩子还有我弟弟赎罪。陆母脸上一片惊愕，她恶狠狠抽出怀中的水果刀：去死吧！张军则眼疾手快拉过秦青云，将他护在身后。陆敬池极恨的眼光里面又多了2分欣慰。你说的都好，我赎罪。秦青云重启了直播事业，他主持了几场助农公益活动，陆续走访过很多偏远乡村，拐卖宋婷的人贩子陆续落网。宋婷大学毕业后没有继续考研，一心扑在打官司上面。张军则在南城风生水起，陆家和温家败落后，海城张家就成了南城投资者最后的救命稻草。陆父老泪纵横，好多次来找秦青云求情，都被张军则挡回去。一直到陆敬池被正式宣判这天，秦青云站在法庭外跟他遥遥相望，久久无言。曾经的深爱，现在的死敌。法官宣布判刑后，陆敬池目光平和：青云，现在我赎罪了，陆家温家也彻底破产清算，你有没有开心一点？秦青云沉默，他下意识牵住张君泽的手，2个人并肩而立，无声亲昵。陆母10年前的转账流水被调出来，经过查证后，证实了他买通司机谋杀沈家夫妇的罪名。没有了家族的支持，温宇被圈子里那些纨绔公子哥包养起来，温母也被温父赶出家门，母女2个俨然成为整个南城的放浪笑话。陆父拖着病体进行公司的破产清算后，他仅剩的一点养老钱也被之前那个小三骗走了。陆母疯疯癫癫，保释期间想要继续蹲点宰了秦青云，但他又看见温瑜跟别的男人亲亲热热，陆母一气之下冲上去，水果刀横插在温瑜再度隆起的小腹上。他的罪名又多一项。陆敬池的助理给秦青云送来一件珍珠鱼尾的婚纱。秦小姐，这是陆总入狱前特意交代的，也是我离职前的最后一件工作，是一件崭新的更加华贵的珍珠鱼尾婚纱。张君泽不知何时从他身后跳出来，委委屈屈：我给青云姐做了那么多好看的衣服，终究是不如别人做的好看，这珍珠凹凸不平，光泽缺失，一点都不好看呀，终究还是被姐姐嫌弃了，不如别的哥哥手艺，我这就去工作室再给姐姐通宵做2套新衣服就是。秦青云心底愁苦一扫而空，收起婚纱。秦青云一下子站在张君泽面前：君泽，你是不是喜欢我？秦青云星星一样的眼睛问得认真又直求。张君泽东张西望不敢看他，小手却牢牢牵着他的手不肯放。说句喜欢烫嘴吗？他又不是什么都不懂得的小孩子好吧。在姚城他那么认真的照顾他，还在陆敬池面前各种挑衅。张君泽抿唇，低头一下吻住他的脸颊：姐姐这么甜，怎么会烫嘴呢？秦青云眉眼舒展，十分亲密：君泽，你有没有闻到一股浅浅的茶香味啊？张君泽假装不懂：怎么会啊，我明明给青云准备了甜甜的红糖冰粉。秦青云反问道：说真的，你是什么时候喜欢我的？秦青云继续直求。张君泽脸色一红，侧头吃味：我又不像是某人，从小到大都是个死心眼。你还记得大黄吗？9年前的夏天，你送给我的大黄，他现在也算得上是老狗了。秦青云陷入沉思，后面在追问他的时候，
张俊泽就不肯再说了。宋婷得知秦青云跟张君泽在一起的事情，震惊无比。他现在准备备考动物医学的研究生。张君泽一副长辈的模样跟他讲，医生说你的那方面也完全恢复了，现在你也找到了青云，以后该有自己的小家，遇到合适的女孩子就谈一谈。我跟青云都很希望你能幸福。宋婷心里窝火，他跟张军则是一个大学的校友，也是很好的朋友，忽然之间朋友变姐夫，就很别扭啊。秦青云盯着大黄看了一下午，终于想起来17岁的夏天，陆敬池曾经带他去海城散心，他们住的民宿隔壁有一个跟家人吵架的熊孩子，那个熊孩子的父亲在外面找了小三，后妈教唆亲爸揍他，他就被父亲送到海城小岛上。当时他在海边散心时候，远远看到一条狗子好像在海里面扑腾，走近一看，才发现竟然是一个满身伤口的小男生。17岁的沈之南就忽然闯入那个小孩子的视线中，他将小男孩捞上来，黄狗兴奋地嗷嗷叫。交错的时光中，青涩干枯桀骜的小男孩忽然就变成眼前喜笑颜开的张君泽。青云，你说是吧？我可是做姐夫的，男人之间的事情你不好开口，我就跟淮阳说道。他亮晶晶的眼里全是笑意。是啊，你最厉害了，难怪他跟陆敬池准备婚礼时，一个素未谋面的服装设计积极跳出来说要给他设计婚纱。小岛上面物资匮乏，也不是轮渡集市的时间，小男孩也没一套换洗的衣服，沈之南只好洗干净一面窗帘，临时用阿婆的缝纫机缝了一套走线歪歪扭扭的半袖和短裤。张君则嫌弃将珍珠鱼尾婚纱扔掉，以后姐姐的衣服都由我来做，咱们不要这些脏男人的东西。秦青云勾勾他的掌心，我们君泽的手艺最好，无人理会宋婷的忧桑。行，你们最般配了，幼稚。转身他抱着厚厚的书去复习了。秦青云和宋婷姐弟俩等到人贩子被判死刑以后，又去给爸妈扫墓上香。有一个繁花艳丽的盛夏，结束了最后一桩复仇案件。秦青云心里有点空落落，他自己去了寺庙，给那个枉死的孩子求了往生符。张君泽的父亲没能跟小三们生出儿子来，偌大的家族企业又不想传给外人。早几年张父就想让张君泽回去继承家业，但张君泽自己在海岛搞起了珍珠养殖，成了一名炙手可热的服装设计师。他自己很能挣钱，总是跟张父叫板，张父跟这个儿子不亲，又拿他没办法。等张君泽顺利接手张氏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将自己名下的所有股份和财产全都过户给秦青云。秦青云哭笑不得，看他举着戒指单膝跪在自己面前。青云姐现在是个大富婆了，你可能不能就抛弃我啊！我想跟着姐姐过吃香喝辣的好日子，姐姐就收留我在身边，让我做你的老公。我保证，我白天小奶狗，晚上小狼狗，绝对不会去外面沾花惹草。秦青云故作凶狠，扯起来他的领带，将他拉近自己。这可是你说的，你要是敢反悔，我就不要你了。高兴的话越说越直球，他故作深沉，指尖划过张君泽的喉结，戳戳他小腹上精瘦的肌肉，是不是小狼狗的？不能光靠说，我需要验明正身。张君泽目光灼灼，直接将他拉入怀中，趁势戴上那枚精心设计的婚戒。小的保证让姐姐满意。他侵略性十足的目光满是雀跃欢喜，强有力的心脏扑腾扑腾声，烫得秦青云面色羞红。秦青云在浮浮沉沉的欢愉中感受着彼此的体温。浮生长恨欢愉少，肯爱千金轻一笑。这人呐，最不能辜负的就是那颗真心。所幸在最好的年华中，他从泥泞中走出来，一直有他的陪伴。往后他们也许会吵架，也许烦恼，但他还是愿意给自己一次机会，畅享此刻的欢愉。